来长沙之前，丁红林几乎从未长时间远离自己的村子，他只掌握农村方言，普通话不会说，也基本听不懂。乳房在他的语言中被称为季季，乳房被抓伤了就是季季被抓伤了。他也不会使用阴道这样准确的器官名词，只会说下身尿尿的地方。第二次报案时需要签名，派出所民警把丁红林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，特意写得很大，让他一笔一画照着抄。丁红林实在写不下去，儿子李俊就代替他签了几个名。66岁的丁红林识字不多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在跟律师陈述案情时，他弄不清一些基本信息。案发地点的小区名字是风雅名苑，他念错了好几次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当保安的公司全称是长沙玉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。直到报警前，他甚至都不知道性侵他的保安队长全名叫于某言，只晓得他的外号是于矮子，平时还会叫他于队长。现年66岁的丁红林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奶奶，让他最无法接受的是，尽管他3番4次的警告性侵自己的保安队长于某言，已经50多岁的于某言还是没能放过自己。在他第一次报警求助的时候，于某言的妻子竟然在派出所门口对自己破口大骂：你都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这么不要脸，说是自己勾引了她的丈夫，明明自己才是受害人，明明半夜3更是那个畜生推了自己房间的门，怎么自己就成了他口中这么大年纪还这么不要脸的人了呢？朋友们，别说丁红林不明白，大象也不明白，这个世界总有人总能如此不分对错的颠倒是非黑白。丁红林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鼓励大象马上开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万象奇谈，我是大象。本期节目引述自2024年5月6日刊登在凤凰周刊的一则长篇报道，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影片里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。2024年2月25日凌晨，侵犯发生后，丁红林坐在宿舍的地板上默默地抽泣。他的第一反应是死了算了，但紧接着他又想到家人，想到如果自己死了，儿女过来看自己，谁能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去寻死的？即使在同事的帮助下，丁红林第一次走入派出所，他也没能把强奸2字说出口，甚至报警后近1个月，他都没有告知儿女更早的2次侵害。从始至终，丁红林都被强烈的耻感包裹着，他总是不自觉地重复着：很丑，孙子都有了，孙子都好高了，真的很丢脸，很丑。长沙风雅名苑小区的业主们时常会从地下车库的电梯直达所在楼层，他们不会想到地面之下4栋2单元和3单元之间的水泵房区域会成为犯罪现场。水泵房正上方没有照明灯，几乎是一片全黑的区域，只有借着周围微弱的光，锈迹斑斑的铁门才能显现出来。红色油漆写成的8个大字横亘在门中央，机房重地严禁入内，普通保安队员平时进不去这里，只有保安队长于某言有专用的钥匙。一名保安曾跟着工程师进过一次水泵房，记得里面的电流声、水流声混杂在一起，非常刺耳。4月中旬，这间水泵房的大门上了锁，里面传来轰隆的设备声响，外面的街道上则是不间断的车喇叭声，噪音很大。换言之，即使里面有人喊叫，外面的人也不会听到。一个绝佳的作案环境就在这扇灰色铁门后，丁红林被于某言暴力性侵。危机到来前，丁红林正在楼上贴消防标志，这原本不是他的工作，他是在东门岗亭看大门的。但入职没几天，于队长让他跟着自己给小区各处的消防栓贴消防标志，包括楼道和地下车库。丁红林每次先上到顶层18楼，再往下一层一层的贴，他贴得很仔细，一栋楼要花费近2个小时。小区一共有4栋楼，有一次于队长训斥他速度太慢了，下次这样就要开除你，让你工作不保。当天于队长只给丁红林15分钟吃饭时间，并命令他吃完饭立刻去接班车道岗。当时他说的是方言，且语速很快，丁红林没太听懂，以为让他继续贴标志，就照做了。车道岗的保安因为迟迟没人来接班，错过了吃饭时间，就骂了于某言的娘。于队长回头就痛斥了丁红林，样子像是要吃人。
一个很凶的上级，是丁红林对于某言的最初印象。1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，于队长突然通知他立刻下到地下车库。丁红林以为是工作需要，就服从了安排。于队长把他带到水泵房，用钥匙打开了大门，命令说里面也要贴，里面太黑了。丁红林有些害怕，磨蹭着不愿进去。于队长强行抓住他的手腕，把他推了进去。黑暗中，他一下扑倒了丁红林。丁红林闻到他身上有很重的酒味，他力气很大，在丁红林的手腕上留下了红印，长指甲也把他的胸部抓伤了，同时还威胁道：大喊就把你掐死，说出去也会掐死你。丁红林本能的大喊救命，但没有人出现。这次侵犯发生后，丁红林到监控室找到于某言，口头警告他：你不要再骚扰我，不然我就去告你。他记得于某言毫不在乎，说了一句：有什么可说的，这是我们的私人关系。警告失效了，仅1周后他再次被犯。1月20日的白天是老伴李建国值班的时间，丁红林是晚班，上午就在宿舍休息。有了上次噩梦般的经历，丁红林心里发毛，叮嘱老伴走前把门锁好，还将一把女儿送来切水果的菜刀悄悄放到了床头。睡梦之中，门锁突然转动，于某言先用钥匙开了门，随后扑到了丁红林的床上。丁红林下意识想拿刀剁死他，但手被于某言钳制住，无法反抗。和第一次一样，性侵同样伴随着说出去就掐死你的威胁。等到丁红林挣扎起来抓到菜刀时，于某言已经跑了，他没有追上。当时丁红林没注意到，从入职那天起，于某言给夫妻俩安排的值班时间一直是错开的，一个是白班，另一个就一定是晚班。接下来的1个多月，风平浪静，相安无事，这让丁红林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于队长已经适可而止了。他完全想不到还有第3次。2月23日下午，休完假的丁红林和李建国从老家回到长沙女儿家。傍晚，李建国就接到姐夫去世的电话，屁股还没坐热，一家5口打算一起回去奔丧。老两口先回宿舍取了衣服鞋子，跟项目经理张丽请了假。李建国又给于某言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对方才接。背景音里传来打牌的声音。电话里，于某言表示2个人只能请1个，理由是最近人手不够。最后，李建国1个人坐上了回村的车。2月24日元宵节，丁红林在女儿家休息。他原本是第2天的白班，但这天下午16点12分、17点55分，于某言连续拨了2个电话，要求他必须今晚回小区。丁红林耐不住催促，听从了安排。吃完晚饭后，女婿把丁红林送回了保安宿舍。当时外面已经天黑，睡觉前，丁红林做了一系列的防范工作，把门反锁了，还用一把黄棕色的木质椅子抵住了门。他还将一把剪刀放到了枕头边。23点24分，于某言又给丁红林拨了1个电话，响铃6秒后没被接听。凌晨2、3点的时候，于某言又一次拿钥匙开门，闯入丁红林宿舍，还打开了灯。丁红林从睡梦中惊醒，来不及摸剪刀，就被于某言控制住了双手。这次侵犯中，丁红林的胸口和下体都被抓伤。2024年1月6日，丁红林和老伴李建国入职于某言手下，丁红林成为保安队唯一的女保安。没过多久，丁红林就感觉到这位53岁的于队长不是很正经。有一回在食堂吃饭，大伙儿都在排队打饭菜，丁红林亲眼看到于队长上手摸了一位女保洁的屁股。后来于队长还经常给丁红林私发一些黄色照片，在保安群聊里也发一些很丑的照片，看都看不得。因为小孙子经常摆弄丁红林的手机，他担心孩子看到，就把这些照片都删了。于队长的形象出现在今年除夕一张保安队的合照中，他身高1.5米左右，穿着黑色羽绒服，一条西裤，黑色皮鞋，羽绒服里面是一件画满龙图案的衬衫，手里拿着一根烟，指甲泛黄很长。丁红林的儿子李俊第一次见到他时，特地观察到他2个肩膀落满了泛着油脂的头皮屑。保安宿舍的生活环境并不好，丁红林的宿舍内有简易的上下铺金属床，几张糊上的报纸遮挡了窗户的一半来代替窗帘。这里阴暗潮湿，墙皮脱落，洗袜子得在水桶里，洗净的衣服就晾在窗外。虽然有员工食堂，
但伙食很差，公共空间也没有空调和热水器，只有一台小冰箱。但就在这1亩3分地的小小空间里，于某言是最高掌权者。平时他的手下有6到8个保安队员，队员们的排班、批假、工作内容分配都由他决定。他还自由拥有宿舍所有房间的钥匙。他的工资每月2700元，跟公司签订的是劳动合同，有正规社保，而普通保安是2300元。签的则是随时可以解约的劳务合同，没有五险一金。平日里，于某言最爱吹嘘自己有钱，他说他的权力比别人大些，他喊抓就抓，不抓就不抓。父母入职没几天，李荣就听父亲提起，于某言经常堵在宿舍，跟队员们要钱、要烟、要好处，下面的人送什么他都收，鸡蛋、毛巾、牙膏，10几块钱一包的白沙烟，不送东西他就会给你穿小鞋。比如坐在岗亭里值班，他就把空调遥控器收起来不让用，洗衣服也不让用热水。保安方宇宙的女儿在长沙读书，放学需要接送，他偶尔需要请假，如果给于某言转5元、10元的红包，或者买2包烟，批假就会容易一些，不送东西批假就很艰难。也有保安给于某言发过100元的红包。在保安宿舍内只手遮天，出了自己的领地，于某言就仿佛换了一副面孔。巡逻时，于某言见到业主会微笑着打招呼。这里的居住者大多为教育系统的职工和附近长郡中学的老师。一位80多岁的老人提到，于某言平时语气很温和，没见过他发脾气或表现出暴躁。在另一位业主的眼里，驻扎小区10年的保安队长于某言是值得信赖的老朋友，业主需要帮忙都愿意求助于他，谁家出了事受了伤，于某言还会去探望。业主和保安都听说过于某言背后有关系的传闻。大约半年前，于某言和妻子曾跟员工食堂的另一对夫妻打架，进了派出所。员工食堂的夫妻被开除了，于某言的妻子也搬离了宿舍。但事发后不久，于某言又回来继续担任保安队长。第3次被侵犯后的凌晨，丁红林魂都丢了，再也无法入睡。2月25日，他去上白班，上午10点46分，于某言给他发了一个红包，他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。傍晚6点左右，保安马明拿着举报于某言恶行的联名信去东门岗亭，让丁红林代表他们2口子签字。丁红林不识字，但他听懂了大概意思，这是用来搞于某言的。他忽然鼓起勇气，有个事情怕丑，不敢给别人说。老马，你为人正直，给你说一下。他接着说，前一天夜里，自己宿舍进了贼，是于矮子撬开了房门。丁红林把椅子抵着门的照片和于某言发的红包给马明看，马明理解了，你别怕，我会给你伸张正义的。马明立刻给保安方宇宙打电话，举报信不用写了。发生了件大事，在监控室附近的篮球场，方宇宙从马明口中得知于某言强奸了丁红林。随后，方宇宙和马明带着丁红林在小区门口打了辆出租车，晚上7点多到达离小区最近的派出所。方宇宙记得，在派出所内，丁红林一直浑身颤抖，问话的是一个年轻男警官。在他面前，丁红林只说了零散的信息。于队长扯掉了他的裤子，把他按在床上，还把他全身上下都抓伤了。但到了最关键的信息，丁红林就说不下去了。方宇宙在一旁很着急。根据丁红林的回忆，警方没有验伤，提出要拍个照，他不好意思地拒绝了。他提到于某言被警方叫到派出所，刚开始辩解不承认，后来下跪了2次。第1次，他对丁红林说，你对我有意见，不要这样说我。第2次，他说，丁姐，求你别说了。在后来律师的问询中，丁红林说，于某言当时要赔偿1500元，他不同意。一位男警察告诉他，也没发生其他的事，收了1500块就可以了。于是警察拿着他的手机操作，收取了于某言1500元。当晚，于某言的妻子也到了派出所，骂丁红林不要脸，说他年纪这么大还勾引别人老公，上手要打他，扬言要把他打死。丁红林吓坏了。后来4个民警一起才把于某言的妻子拖了出去。出于安全考虑，警方让丁红林从派出所后门离开。调解结束后，于某言也被释放了。直到晚上10点10分左右，丁红林报警结束后，情绪激动地给农村奔丧的儿子李俊打了电话，于某言这个畜生进了我的房间。
妈，你先别着急。李俊安抚了母亲。挂了电话后，他把妹妹李蓉从灵堂里叫出来，转述了母亲的话。两个人都想到了最坏的情况。丁红玲走出派出所后门，找不到回去的路，给女儿拍了一张周围的环境照。外面下着冻雨，丁红玲躲在派出所门口的桥洞下，全身湿透了。方宇宙和马明找到了她，把她带回小区大门。女婿又开车把丁红玲带回了家。三个儿女打算避开父亲处理此事。此前，这个家庭的谈话中从未出现过性，更不用提性侵，大家都难以启齿。难题最后落到小女儿李蓉的身上。同为女性，再加上她跟母亲一直关系亲近，或许更容易让母亲开口。2月26日下午1点前，一行人到达长沙。丁红玲在东门岗亭值班，李俊先把父亲带回宿舍。李蓉在岗亭问母亲有没有受伤，母亲否认了。李蓉又把母亲带到了车上，再次询问她有没有打你。母亲也没说实话，当时她的胸口和下身都有伤口。李俊向熟悉司法流程的朋友打听得知，按照法律程序，无论是猥亵还是性侵，都不在民事调解的范围之内。兄妹俩后来去派出所了解情况，得知结案的口供不能再查看，只能重新立案。2天的时间里，李蓉一直在想办法让母亲开口。我是你女儿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。妈妈，没关系，你勇敢一点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好丑的，好丢人。母亲总是这么难为情地重复着。女儿安抚她，你别害怕，没关系，你是受害者，不是你的错。李蓉又讲了很多道理，我们整个家族女孩子占了绝大部分，万一你的身边孙女也好，女儿也好，媳妇也好，受到这种伤害，你说会怎么样？她还试着从社会意义上劝说母亲，小区里还有那么多小孩子，就这样把她放出来了，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。如果不让这种人为他的言行举止付出代价的话，那危害的是社会。如果社会上的小女孩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法律层面上来说，妈妈，你本身是个受害者，如果你不讲实话让他去坐牢，他可能会说你诬告，你就会去坐牢。李蓉用自己思考很久的母亲或许能理解的方式，最后向母亲确认他有没有对你做过跟爸爸一样的事情。丁红玲点了点头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李蓉再次追问。上厕所时下身会刺痛。2月27日上午，李蓉和李俊带母亲去派出所重新报案。下午2点多，在风雅名苑附近的公交站，警方带走了于某言。4月3日，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于某言被决定逮捕。丁红玲被性侵3次的重要事实，是在报警近1个月后才浮现出来。3月19日，丁红玲接受代理律师朱丹的案情询问。镜头里，丁红玲表情严肃，脸上有很深的皱纹，身体僵直，时不时搓着大拇指和食指。这场询问中，她的身体瑟瑟发抖，默默流了很多眼泪。李蓉别过头去，避开母亲的目光，整个人往后倾。她很难形容当时的矛盾心情。我伤心难过，是因为知道真相；我开心，也是因为知道了真相。律师在询问第一次报警的具体过程时，丁红玲坦言自己没说实话。后来，她向女儿吐露原因，当时你们都没在身边，而且问话的是一个男警察。在同事和儿女协助丁红玲2次报警的过程中，没有女警察参与到案件的问询中。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中规定，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，但在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性侵案上，目前并没有强制规定办案人员的性别。律师朱丹认为，这是老年女性受害者在寻求司法途径时会遇到的诸多难点之一。最让李蓉和李俊都很自责的是，第1次侵害前到第2次侵害之间，母亲有过微弱的求助，但被他们忽视了。1月11日前，丁红玲曾给李蓉发消息说别人可以随意进出宿舍，不太方便，想安装一个门搭子挂锁。李蓉没有多想，以为节省的父母丢了钱。老两口不知道小区附近哪里有5金店，李蓉就送去了2个门搭子和1把锁。他们用大小粗细不同的螺丝各试了一遍，发现适配的螺丝只够安装1个，就把门搭子装在了外面。李蓉和李建国都认为问题得到了解决，但丁红玲不满意，她想在里面再装1个门搭子。念叨了很多次之后，李建国不耐烦了，你怎么搞这么多名堂出来，装1个就可以了。
出去时关上门，别人也进不来。两个老人甚至因为这件事吵了几句嘴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丁红林的求助没有停止，他很迫切，打了很多电话，跟儿子说，跟女儿说，但都没有说明真正的原因。事发后，李俊才明白过来，母亲当时想表达的是，里面的门搭子比外面的更重要。第一次报警以调解结束后，于某言没过多久就回到小区。丁红林记得于某言在保安宿舍内大喊：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，在一天没人能拿我怎么样，我后台硬得很。”这些话把丁红林吓怕了。李荣也在玉天公司工作，担任学校物业项目的经理。副总经理谢伟曾跟李荣说，他跟公司反映过保安队长于某言很讨嫌。后来项目经理张丽也告诉李荣，他把保安队员的联名举报信递交给了上级。2月20日，谢伟找李荣当面沟通，想把他调岗到风雅名苑做项目经理。李荣说，当时他问谢伟为何于某言还不调走，对方笑了，答复是：你不要想，所有人都可以动，但是他动不了。3月1日，丁红林的儿女和公司沟通时，李俊质疑为什么母亲去报警前，公司知情却不通知家属，于某言在公司是否有后台。常务副总经理易大洲都没有正面回复。这次沟通中，李荣被获准1个月的假，用于安抚好母亲，但接下来的大半个月，玉天公司的态度却完全变了。先是3月6日上午11点18分，丁红林的老伴李建国突然接到短信，由于公司优化人员，现对你做辞退处理，特此通知。此后，李建国没有再收到工资，公司承诺李荣的假期也没能兑现，反而让他丢了工作。3月13日，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，公司突然要求李荣在2日内调岗至一个新项目，李荣需要乘坐1小时40分钟的公共交通才能到达。他提出异议，当天社保即被停缴。第2天，他又收到文件，如不按时到岗，视为主动离职。3月19日，公司通知他劳动合同终止。进入4月中旬，李荣发现自己和母亲的工资1分钱也没发。根据新修订的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25条和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16条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来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。公开信息显示，长沙玉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国资企业，在当地有40多个物业服务项目。公司的一系列举动让李荣和家人都感到愤怒和寒心。李荣委托律师朱丹后续对公司进行起诉，追究公司在母亲性侵案中的责任。同时，朱丹律师也认为公司的不作为酿成了一系列悲剧，他不是主谋，也一定是帮凶。朱丹从业16年，代理过近700件劳动争议案，这是他代理的第1起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被性侵的案件。他预计之后的起诉也会是国内第1起被性侵的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追究公司责任的案件。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，玉天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黄长回应说，根本不存在辞退，因为超过60岁法定年龄了，不是正常用工，只是临时工，签订的都是劳务合同。这种临时过来干1个月、半年就走的情况，是行业业态普遍现象。在朱丹看来，这恰恰是受害老年女性最大的维权困境。公司的经营策略就是只建立劳务关系，不给交五险一金，没有把这些底层年长劳动者当人看，也没有当正儿八经的职员来看待，只把他们当一个消耗品来利用，一出事就撇清关系。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，关于长沙玉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劳动纠纷案有6起，横跨2016至2022年，案件原告方多为保安、保洁、项目经理，事由涉及拖欠工资、未及时缴纳保险金、工伤认定等。4月14日下午，凤凰周刊记者采访一名小区保洁的过程中，一位新调来的保安队长上前阻止了谈话，他警告保洁，这个事情不要跟外人说。保安方宇宙告诉记者，他们当天下午刚开了会，公司领导告诉大家要平息此事，不能再对外透露信息。为了把真相公之于众，丁红林需要一遍遍地回忆和讲述被侵害的过程，念出加害者的名字，跟警方说，跟律师说，跟记者说，律师必须验证细节，怎么认出他的，有没有灯光，有没有反抗，回忆唤起了创伤。丁红林突然情绪激动，哭了出来，骂他是个畜生。事发后，李荣和李俊会避开父亲在的场合，私下商量，
父亲也从来没跟儿女交流过具体情况。李俊担心父亲留在长沙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就把他打发回了乡下。李荣每天通过家里的监控看看父亲，确认他安全就放心了。儿女猜测，在父亲获得的有限信息里，事情应该没有那么严重，只停留在调戏、动手动脚、肢体接触。警方后来想找李建国去录口供，李荣很无奈，说白了，这是把我们家往死路上逼。李荣知道父亲是做事不计后果的人，李荣也完全没有办法想象，一旦父亲知道真相，他会做出什么样冲动的事情。李荣告诉记者，当父亲得知于某言在凌晨进到了老伴房间，他的第一反应是要打死对方，绝对不能轻饶了他。李荣劝父亲，你一大把年纪了，这事你不用管，交给你儿子去处理吧。丁红林更加不知道如何面对老伴。3月初的一天，全家人一起吃早饭，李建国坐在沙发上，丁红林在厨房做早餐。他炒了一碗蛋炒饭，然后恭恭敬敬地端到李建国面前。李建国开玩笑说，我现在又不是动不了。儿女们都很意外，父母4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很少这样刻意客气过。给父亲端饭倒茶一般都是姐弟的任务。女儿看出了母亲的内疚，儿子也看出了母亲的唯唯诺诺。李荣心里很酸，他以批评父亲的口吻劝母亲，妈妈没必要，爸爸又不是没手没脚，你干嘛要给他端过来？丁红林没说什么，转身回了厨房。以上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，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，平安喜乐。